在许多的纪录片和电视节目里面，我们看到被采访的人坐在那里侃侃而谈，发表了精彩的观点。那不难发现，一次专业的采访，无论是构图、灯光还是场景布置上，都会有足够的质感，至少让人看起来会有一种亲切舒服的感觉。那如何快速掌握采访拍摄的技巧，能够实现电影里面的效果，这就是我们这期要一起来研究的。所以欢迎各位捧一个场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用简单的5步来布置一次相对优秀的采访。当你扛着摄影机走进来，想要开始一次采访，你会让你的采访对象坐在哪个位置？那是像 A 这样贴这面大白墙直接坐下，还是像 B 一样尽可能的把纵深给拉出来？那这个当然涉及到审美，总会有点复杂。那我们可以保守一点，通常观众会更喜欢有纵深的场景。那这种时候，你可以选择把机位放在房间最长的对角线上，让它尽可能的和背景远离，跟墙角贴贴。然后你让采访对象坐在这根线靠近背景1/3的位置上，这样的话，人比直接贴在墙上，通常会有更强的空间感。但采访也不是说你每次都要有对角线。那比如像这样，后景要是一堵墙，那你可以选择把墙上的门给打开，也能够进一步延展空间，看起来会好一些。那不过你要确保门后面不会有其他人来打断你的这个采访啊，经常出现。在确定好了被采访人的位置还有机位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真正的准备拍摄了。那通常情况下，我们会安排一个中景的主机位，框到人物的腰部，然后你再有另一个近景带到肩，更专注在人物的面部表情之上。那所以说，要是你穿成这样接受采访，那在画面里也完全看不出任何毛病。那事实上，有的电视台主持人，那他真就是这么穿的。那我没这么穿，你看我是这样。而且采访其实对于摄影机的参数要求也不算特别高，核心逻辑就是要拍到比拍好要更重要，因为你只有一次机会。那你有条件的话，其实我会推荐你用手机来作为一个辅助机位，不论画质怎么样，至少你多一段素材，也能让剪辑的时候多一个镜头的选择。那如果你的条件真的非常有限，只有一个机位，那我建议你拍尽可能高的分辨率，这样可以通过后期裁切来让整个画面有变化，变得更加生动和灵活一些。那就像我们现在这样，就是一个机位切出来的画面。机位确定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让提问的人坐在摄影机旁边了。那同时你需要注意，问答双方要坐在同一个水平之上，这样拍出来的视线方向才不会过高或者过低。对，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你有第2个甚至更多的机位，这些摄影机都要放在提问的人的同一侧，这样你每个镜头里面人的视线方向才会保持一致。不然你左放一个右放一个，人的视线就会一会儿看向画左，一会儿看向画右，两边来回横跳，观众就会搞不清楚你人到底坐在哪儿，观感会非常的不舒服。那这也就是传说中的180度定理。如果你想要的采访效果是让人直视镜头，就像现在这样，那可以借助这种提词器，让提问的人在手机或者 iPad 上开一个视频通话，然后你把它放到提词器里面，这样即便他在房间外面，也可以做到这种所谓的面对面的采访。而采访对象在回答问题的时候，又能够拍出他在从容的直视镜头，也很放松，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招数。解决了机位和视线的问题，那第3步我们要来调整摄影机里面的画面，也就是构图。首先你选用的镜头焦段，我们会建议要相对较长一些，因为长焦和广角相比，镜头的畸变会比较小，也更容易获得比较浅的景深。你可以看一下同样的场景里，分别用不同焦段的镜头拍出来的效果。那长焦镜头拍出来的人会更突出一点，那广角的话就会有这么一点奇怪，当然也不是不行。那通常情况下，我们用的采访主机位焦段会在50毫米左右，那近景机位则是85或者更高，这样你可以尽量获得虚化的背景。那另一方面，比起像我现在这样的 talking， 人在正中间，那采访的时候，你人最好是放到画面侧一点的位置，确保给视线留足空间。假设我们把画面上下左右都3等分，那人的视线朝向正面会占到2/3的面积。那如果把人移到这一边，视线这块就会被堵住，然后整个画面就失衡了。那人头顶的位置你要注意留空，通常是这样3到4指的一个宽度，这样你可以避免切头。那当然，这种规则逻辑上也是可以打破的。你可以用一些看起来不那么舒服的构图，来营造这种人物紧张或者情绪化的状态。那接下来的第4步就是布置灯光。之前我们的灯光教程里都有提过，那做人物采访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我们可以点这里，再来进行一个回顾。那我们通常会给人打上所谓的伦勃朗光，把灯在人脸45度侧上方给扣下来，可以看到人的脸颊上会出现一个倒三角的光区。那同时脖子下方也会有这样的一道阴影。那伦勃朗光可以让人脸的轮廓变得更加清晰一些。那辅光你要记得打在朝向镜头的正面的脸上，会更具有所谓的电影质感。
那相比顺光来打，主光打在朝向镜头正面脸上的效果，那你不能说是错，但是画面就会显得比较平。同时轮廓光的勾边和背景光的点缀，其实都跟我们这种 talking 大同小异，这些都可以看现场的情况来进行具体的调整。那说真的，采访的灯光没有那么特殊，你要是想的话，用一盏200块钱的钨丝灯也能够实现非常好的效果。光直接打上来会很硬，所以你需要用个米波罗，也就是泡沫板反弹，或者用个柔光片来进行一个过柔。这种5合1的反光板20-30块钱都能够买到，然后反弹或者过柔都能够做到，也能够很好的收纳，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很划算的一个东西。但这样子把光扩散的范围就很大了，然后整个背景都被打亮了，那就违背了我们之前讲的光比这个概念。那这个时候你又可以 DIY， 就是拿一卷锡纸，就厨房里给烤箱用的那种，就一模一样，把它整体给涂黑，然后固定在钨丝灯的前面，这样的话又能耐高温，然后又能够控光，就非常 nice。其实有一点是我一直都没有讲的，但是又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收音。在采访的时候，你录到的声音信息量远比画面来得更有价值。要是你录出来的声音就是又是混响又有各种噪音，就相信我，你绝对坚持不了几秒钟看这个视频的。那你想要减少混响或者减少这种回声，那第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增加软包，就吸音棉、泡沫垫这些都可以。物理上去改变声波到墙面还有地砖的反射。那如果你这些都没有的话，拿一些毛毯、棉被还有地毯挡在人和墙壁还有地板的中间，也能够有效减少回声，来提升整体的音质。录音的第二点就是尽可能拉近麦克风的收声距离。那你可以像我们现在录这个讲话一样，在人的喉咙的斜上方45度4到50公分的位置立一支腔式麦克风，那收声的效果就会比较好。那这也适用于便宜的强指向型麦克风。那像罗德这种小的麦克风，你用一根延长线架到人的面前，那它的音质也是一样够用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影视飓风，这是一期采访节目。哦对，还有个办法，就是拿手机来录音，这真不是开玩笑，我以前节目就是这么录的。现在手机的音质其实真的很可以，你可以把它支起来，然后把麦克风的那面对准人，打开录音功能，尽可能靠近被录制的人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开始了。如果你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这个音频的话，你会发现自己多花了一点时间。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iPhone 12，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罗德 Video Micro。那更专业的方案呢，当然也有，就是用这种领夹式的麦克风，当然音质会更好一些，但也会更贵一点。你可以用一卷万能大力胶，像这样折一个三角包出来，把麦克风的位置朝上粘在衣领里面，这是录音师经常用的一个技巧，这样又隐形又不会摩擦到衣服产生杂音。那这也是不少朋友好奇的地方，为什么在很多采访里你会看不到有任何的麦克风，就是靠这个方法来实现的。那不管你的录音设备是什么，那在开录之前你要保证监听的音量适中，不然现场听的声音很轻，你会发现不了噪音，那结果就是后期音量一拉高，整体的噪音就会起来，也会变得非常难以处理。那你要记得关闭任何一个会产生噪音的设备，无论是空调、风扇还有电脑主机，这些细微的声音在录音的时候存在感都会非常的强。那另外你要设置的时候，输入的增益要尽可能设置的比较大，这样的话噪声占比就会比较小。如果你习惯性的把声音给录进相机机内，可以在机内把增益调大这么一点点，在麦克风的位置不变的情况下，噪声占比也会更小一点。那这里涉及到一个信噪比的概念，那时间问题我们先不展开来细讲，那前提是你要保证你的声音不爆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所以我真心建议各位多花一点点时间在前期收声，不然的话只能在后期一点点来修，甚至就没有修回来的可能性，非常的糟糕。当你完成了以上5个步骤，你可以打一个勾，全部打勾以后，你就可以拍出一个理论上不错的采访了。甚至用几百块钱的设备也就可以实现相对不错的效果。那当然，要真的实现一次高质量的采访，背后可能是一大群人的努力，更多的机位、更优质的镜头表达、更精致的灯光，还有更完美的收音。那这些都是锦上添花。如何让你的对象能够更从容自在的和你对话，并且引导他持续的输出足够吸引人的内容，这才是你要花最多时间去思考还有打磨的部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务必点赞、投币、3连转发，这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